我给贾少爷绑定了假话成真系统，在家族基金分配大会上，他红着眼眶装委屈。哥哥刚回来，肯定吃了很多苦，爸妈千万别管我，把那10个亿的创业基金全给哥哥吧。结果爸妈脸色一变，真的当场签下转让协议，把他名下的股份也全划给了我。到了晚上的联姻酒会上，他又作妖到处造谣。我听哥哥说，京城第一财阀的千金对他爱而不得，宁愿倒贴1000亿嫁妆，也要嫁给他呢。1000亿嫁妆在此，求陆先生娶我。贾少爷当场气到吐血。此时陆家主宅议事大厅内，哥哥刚回来，肯定吃了很多苦，爸妈千万别管我，把那10个亿的创业基金全给哥哥吧。胡闹！那10亿是你用来开分公司的启动资金，怎么能随便让给一个外行？子轩，你快坐下，身体不好就别站着说话。他一个流落在外20年的人，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，懂什么商业运作？这10亿落到他手里，连个响都听不到。陆家不养废人，能给他一口饭吃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大姐说的对，子轩，你这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分公司那边的医疗团队都给你配齐了，你要是把钱给他了，你的后续治疗怎么办？可是二姐，哥哥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，我占了陆家少爷的位置20年，这钱本来就该是他的，只要哥哥能高兴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放肆！你才是我陆振廷悉心培养了20年的继承人，他拿什么跟你比？今天这10个亿，一分都不能少，全拨到子轩的账上。我冷眼看着这群人声情并茂的演出，单手把玩着那只暗银色的金属钢笔，演够了吗？系统因果律瞬间启动，陆振浩刚抬起手准备敲定最终方案，眼底却涌起一度狂热的光芒。他抓起桌上的笔，子轩说的对，10亿必须给他。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爸，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这可是10个亿的现金流。这10亿创业基金不够，把你名下那5%的干股也一起划过去。这是陆家欠他的。爸，你疯了吗？那是子轩安身立命的本钱，你把干股给了他，子轩在董事会还怎么立足？闭嘴！谁敢反对，立刻滚出董事会！多谢弟弟慷慨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绕，那我就全收下了。这可是你求我拿的。哥哥，那是爸留给我治病的钱，你不能拿走，你还给我。哼，治病？你的病10个亿怕是治不好。子轩，你别怕，姐姐在。陆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到底给爸灌了什么迷神汤？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？怎么，大姐是对爸的决定有意见？你少拿爸来压我们！你不过是个流落在外20年的外人，凭什么抢走子轩的东西？他身体那么差，这些股份就是他的命！什么叫抢？刚刚明明是弟弟主动让给我的，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哥哥，我只是想让你在家里有点底气，可你为什么要逼爸把我的股份也拿走？我什么都没了，只要哥哥高兴，我这条命给你都可以。听见没有？你这个冷血的怪物！子轩处处为你着想，你却要把他往死里逼，你根本不配当陆家人！晚上沈家的联姻酒会，希望你们还能这么有精神。你们别去惹哥哥了，他脾气不太好。他一个乡下回来的土包子，凭什么在陆家作威作福，还敢打人不成？就是，真以为回了陆家就是少爷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哥哥其实很厉害的，你们千万别这么说他。我听哥哥说，京城第一财阀的千金对他爱而不得，宁愿倒贴1000亿嫁妆也要嫁给他。哈哈，是不是在乡下把脑子吃坏了？沈清秋那是什么人？活阎王！他陆渊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编排沈家大小姐？这要是传到沈家耳朵里，他陆渊今天晚上就得被沉进护城河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要是沈家的人听到，会不会对哥哥不利？要不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。
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沈清秋是什么人？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女魔头。这话既然是他自己吹出去的，后果就该他自己担。今天这话到沈清秋耳朵里，陆渊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。可是哥哥毕竟刚回来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我们就站在这里，看着他怎么被沈家扫地出门。沈清秋，他怎么会来这种级别的酒会？还能为什么？肯定是听到风声来砸场子的。刚才谁把这土包子吹牛的话传出去的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沈小姐，刚才那些话都是他一个人吹嘘的，和我们陆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保安呢？还不快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废物赶出去！滚开！这张卡不限额度，这份是千亿嫁妆的清单，娶我。我瞎了吗？那是千亿嫁妆单，沈家大小姐给他下跪求婚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沈小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废物啊！闭嘴！沈小姐的诚意我看到了。我本以为这是个屈辱的玩笑，但现在看来，你确实配得上我沈清秋单膝下跪。今天的话，谁敢传出半个字，明天就等着沈家的收购团队上门。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我。子轩，子轩怎么了？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戏看完了，该散场了。林墨，沈总，刚才您的行为数据分析显示，心率和脑电波都出现了毫秒级的异常干扰，像是被某种不可抗力强行篡改了意志。去查他，把他回国后接触过的所有人说过的话，一字不落地摆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沈总怀疑他在扮猪吃老虎。能让我沈清秋跪下的人，这世上还没出生。不管他用了什么手段，我都要把他底牌扒得干干净净。我不管你用了什么催眠术或者神经毒剂，昨天晚上的事到此为止。开个价，那张卡里的钱你一分都带不走。沈总与其关心昨晚的事，不如看看沈家在海外的几个空壳项目。你怎么拿到这些绝密数据的？沈家的资金链已经崩到了其极限，南美那边的3个矿区全都是毒资产，最多3个月，沈氏就会面临做空危局。这就是你急着要找陆氏联姻，试图吸干陆家现金流的原因。可惜，陆振廷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狐狸，他宁愿牺牲一个刚找回来的儿子，也不会真把核心资产拿出来。你想要什么？陆氏集团胃口挺大，就凭你手里从陆子轩那儿抢来的10亿，不够塞牙缝的。10亿只是筹码，真正能掀翻陆氏的，是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愚蠢。我们结盟，我负责把陆氏的骨血抽干，你负责在最底部的价位全面接盘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我们都是朋友，不需要感情，只看结果。成交。林墨，从今天起，你跟着他，他的一切商业指令等同于我的最高权限。明白。合作愉快。这几天的股价怎么回事？一直有不明资金在做空，查出源头没有？爸，
肯定是沈家那边在施压。昨天晚上酒会的事，沈清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都怪陆渊那个惹事精。董事长，现在各大银行都在收紧我们的贷款额度，再这样下去，下个月的过桥资金就要断了。爸，当务之急是必须给沈家一个交代，把陆渊推出去，平息沈清秋的怒火。大姐想把我推到哪儿去？会议室的闹剧以陆振廷摔碎一个茶杯告终。哥哥，10亿基金你拿走了，沈家的婚事你也抢走了，你到底还要逼我到什么地步？是你自己说要让给我的。那是因为子轩，你开门，有什么委屈跟大姐说，拿备用钥匙，快点！重度抑郁，子轩，你什么时候？重度抑郁，子轩，你什么时候？你胡说什么？陆家只有你这一个少爷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件事情绝不能传出去，影响公司股价。明月，你看着办吧，别做得太难看。陆总，那家7家私立医院的院长陆子轩的朋友，诊断书是伪造的。我知道。需要我把证据发给陆董事长吗？不用，叫不醒装睡的人。项目部吗？把城东西郊那个项目单独划出来。城东西郊的项目已经停工3年了，每天光是利息就在烧钱。你既然拿了10亿的创业基金，总该替公司分担点压力。大姐的意思是让我接手这个烂摊子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怎么能叫烂摊子呢？这可是市里重点关注的区域，这是明月总在给你锻炼的机会。你一个刚回来的新人，不从最难的骨头啃起，怎么服众？陆氏的高管们可都看着呢。薄谦叔说的对，你如果怕了，现在就可以认输，只要把那10亿交回公司账上，我可以当这事没发生过。西郊的事，自然由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来处理。你可别勉强，这项目的债务漏洞，哪怕是你手里的10亿填进去，连个水花都听不见。不需要填。这个项目不仅1分钱不用投，还能让陆氏集团的市值翻1倍。大话谁都会说，年轻人，商场可不是靠嘴皮子，吹牛也是上税的。既然孙总监这么不看好，不如我们在交接书上加一条：项目盈亏与陆氏集团总账彻底切割，我自负盈亏，哪怕赔得倾家荡产，也绝不从陆氏账上拿1分钱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法务部还愣着干什么？现场盖章。既然切割清楚了，西郊的事以后你们谁也别插手。陆总，西郊那块地，沈氏的勘测团队提前查过了，地质结构极其复杂，没有任何商业开发价值，而且背了5个亿的负债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。陆明月这是在故意整年。是以前去西郊工地。
陆总，这片区域占地300亩，目前负债5个亿，且没有任何市政规划倾斜。如果要复工，如果南市清理这些建筑废料和重新打地基，就需要追加2亿资金，这还不算后续的建材和人工成本。清理不需要，你的意思是？算一算，如果这里变成国家级核心开发区，这300亩地值多少钱？3年前的设计全是高密度住宅，就算像现在盖起来也卖不上价。是的，周围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，没有任何配套设施。这块地在银行那里的评估价值几乎为0。差一个钱。林墨，去查查陆子轩今天的行程。查他？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踩我的机会。哎呦，大少爷，这地方的空气可还习惯？这可是明月总特意留给你的风水宝地，你那10个亿砸进去，说不定能听个响。孙总监不在公司对账，跑来这荒郊野岭，就为了说这2句废话？哼，我是来好心提醒你，明月总发话了，这个项目公司不会提供任何额外的人力物力支持，你哪怕是在这里雇个看门大爷，也得自己掏钱。陆氏集团的账上不会给你批1分钱的款。林墨，送客，别让闲杂人等染了开发区的空气。开发区？你做梦没醒吧？就是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，拿着10个亿买块废地，真是个商业奇才啊！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这地方多待1秒我都嫌晦气，看他能硬气到什么时候。哥哥，我来看你了。子轩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他抢了你的创业基金，你还跑来这破地方看他。这地方连条狗都不愿意待。就是，这种填不满的烂摊子，也就配他这种在泥坑里长大的乡巴佬。真以为拿了10个亿就能翻身？办完了，可以滚了。哥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只知道大姐把这个项目交给你，你心里有怨气，这都怪我。要不是大姐心疼我生病，非要拿这个死局来为难你，你现在还在总部舒舒服服的当少爷呢。我替大姐给你道歉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千万别把自己气坏了。子轩，你跟他道什么歉？这都是他活该。他这种外人，根本不配进陆家的门。陆子轩，你这套把戏，除了糊弄陆明月那个蠢货，对我有用吗？孩子说，你大老远跑来这片废土，就是为了在我面前挤2滴眼泪，好回去跟陆振廷邀功。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姐？大姐是真心为了锻炼你。我知道哥哥你很有本事，你拿了10亿，肯定能把这片烂尾楼盘活。嘴硬是吧？我看你这10个亿打水漂的时候，还能不能这么嚣张？来了。哥哥这么厉害，不仅能盘活项目，肯定还能引来官方投资。这块废地马上就会变成国家级核心开发区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整个京城都要仰望哥哥的商业头脑。核心开发区？子轩，你别逗了，这破地方要是能成开发区，我今天倒立吃翔。官方投资，官方要是能看上这里，母猪都能上树。也就子轩你心善，还在这变着法的安慰他。陆子轩，借你吉言。他疯了吧？真以为这种死局能翻盘，连这种讽刺都听不出来。哥哥有信心就好，那我就在家里等着哥哥的好消息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不是废地吗？谁是西郊项目的最高负责人？
这位是项目全资控股人陆渊先生。陆先生，恭喜！西郊这片区域，5分钟前已正式划入国家级核心开发区。后续的基建补贴和免税政策，请随时派人来审批大厅对接。辛苦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搞错了！这破地方凭什么成开发区？红头文件白纸黑字，公章在此，谁敢搞错？妨碍公务的责任你担得起吗？陆子轩，你刚才说这块地是拖累我的烂摊子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你这张嘴确实是个好东西。你看，只要你随便掉2滴眼泪，这泼天的富贵就真的落到我头上了。子轩，你在哪里？要那块地到底怎么回事？新闻上说那里变成了核心开发区，你不是说那是个填不满的死局吗？大姐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闭嘴！你知不知道他刚刚拿到了什么？那是陆氏集团10年都赚不到的利润，我亲手把一座金山送给了他。林默，在，陆总，让安保团队进场，把工地围起来，无关人等，连人带车全给我扔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地。你现在连敲门都不懂了吗？陆董事长把我叫过来，不是为了教我敲门的吧？西郊那个项目你做得很好，没给陆家丢脸，但开发区的水太深，你一个年轻人把握不住。明月在这方面有经验，所以呢，都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。你把项目交还给明月统一管理，肉烂在锅里，都是陆氏的。这里是5000万，算爸爸给你的1点零花钱，就当是补偿你的辛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陆董事长，你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坐太久，脑子坐坏了？拿5000万买我手里几百亿的净利润，还要跟我谈血浓于水？我是你老子！你这个项目如果不是打着陆氏的旗号，官方根本不可能批给你。那大可以去查查项目控股人那一栏有没有陆氏集团半个字。你们把烂摊子甩给我的时候，切割的可是干干净净，陆家的东西我1分都不要，但属于我的东西，你们谁敢伸手，我就剁了谁。他疯了，他连爸爸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陆家迟早会被他一个人吞没。二姐，哥哥他要逼死爸爸，他手里捏着西郊的项目，根本不认我们陆家了。反了他了，拿了点臭钱，真以为自己能上天了。二姐，我好怕，哥哥看我的眼神像是要杀了我。别怕，有二姐在，他翻不了天。交给我，明早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西郊那块地让他捡了狗屎运，他还真把自己当陆家太子爷了。看看子轩被他欺负成什么样了。那个烂尾楼本来是死局，谁知道官方突然下发红文头文件，算他命大。命大，在京城，命再大也得看我星耀娱乐给不给他脸。马上通知公关部，把手里养的那几个百万大 V 全放出去，我要全网都是他的黑料。二姐，别这样，哥哥刚回来，如果名声毁了，他在京城怎么活？西郊的项目本来就是他凭本事拿到的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，千万别为了我去毁了哥哥。你就是太善良，才会被他骑在头上拉屎。这件事你别管，交给我。陆总，星耀娱乐旗下的120个营销号同时发难，目前热搜前10有7个是关于您的，词条包括涉黑、暴力抢夺家族资产、恐吓亲生父亲。西郊项目的几个意向合作方刚刚打来电话，要求暂停接触。继续盯，不需要澄清吗？目前的舆论发酵速度超过了常规公关的控制极限。
程青是在自降身价，让他们骂得越凶越好。需要审视公关部介入吗？3个小时内，我可以让网上关于你的词条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沈总的效率我从不怀疑，不过不用了。由着他们抹黑，这不符合你昨天的行事作风。子弹还没飞到最高点，现在拦下来，太可惜了。看来你又准备借刀杀人了。加大力度，把那几张合成的照片顶上去。短短1天时间，网络上铺天盖地全是关于我的负面新闻，涉黑暴力、抢夺家产、恐吓长辈的词条牢牢霸占着热搜榜。二姐、大姐，网上的骂声太难听了。哥哥以前在外面流浪，认识一些3教9流的人也很正常。二姐，你让那些人停手吧，再这样下去，哥哥会受不了的。停手！我要让整个京城都知道，他就是个不入流的混混，跟我们陆家斗，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星辰做得对，不把他打疼了，他就不知道这陆家到底是谁说了算。紫娟，你就是心太软，对付这种白眼狼，绝不能留情。骂吧，最好让他出门就被车撞死。可我怕爸会生气，毕竟哥哥才是亲生的。亲生的又怎样？爸最看重的是陆氏的脸面，他现在把陆氏的脸都丢尽了，爸只会比我们更恨他。陆总，陆氏集团的公关部刚刚发布了声明，声明称您的个人行为与陆氏集团无关，且集团正在对西郊项目进行重新评估，他们这是要在舆论最高点把您彻底踢出去。陆振廷这只老狐狸，撇清关系的速度倒是一流。准备车。陆总，这是刚刚送来的京城商会的年度名流晚宴，陆家全员出席，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鸿门宴。既然戏台搭好了，总得有观众。那个涉黑的陆家真少爷，离远点儿！陆家今天摆明了要清理门户，别溅一身血。陆董，您真由着星辰小姐这么胡闹？这可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。这只是一场压力测试，野狗刚回笼子，总得挨几顿饿，多吃几脚踹，才会知道谁是主人。等他走投无路跪在我面前求救的时候，西郊那个项目自然就回到了陆氏手里。哟，这不是我们陆家那位只懂打打杀杀的真少爷吗？怎么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喝闷酒？你的那些黑道兄弟呢？没带几个来给你撑撑场面？陆家养出的狗叫声都这么难听，你骂谁是狗？陆二小姐息怒，跟这种在下水道里长大的野蛮人计较什么？陆少爷，这里是京城顶级商圈，不是你混的街头，靠拳头和恐吓，在这里可混不开。是吗？我以为这里的规矩是谁的底牌硬，谁就说了算。底牌？你现在全网黑料，名声臭大街，西郊的项目马上就要被收回，你还有什么底牌？今天过后，整个京城都不会有你的立足之地。我劝你早点跪下来给子轩磕个头，说不定爸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二姐，别这样，哥哥流落在外20年，他只是不懂我们这个圈子的规矩，他本性不坏的，就算他在外面真的做过那些事，那也是为了生存啊。哥哥，你快跟二姐服个软吧。只要你把西郊那个项目交还给爸爸，我保证去求他们原谅你。哥哥，
你别再固执了，这里真的不是你能逞强的地方。你们不要再拍了，哥哥绝对没有打人，那些黑料都是假的。哥哥在外面根本没有参与什么黑恶势力，你们不要听网上那些人瞎说。紫娟，你到现在还在维护他，他都快把你逼死了。他自己烂在泥沟里，现在还要把我们陆家的脸面一起拖下去踩，这种人有什么好护着的？二姐，哥哥真的不是那种人。哥哥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，认识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也是为了自保啊。而且哥哥很厉害的，他甚至和那位神秘的地下教父是拜把子兄弟。教父那么厉害的人，怎么会和坏人做兄弟呢？所以哥哥绝对是个好人。拜把子兄弟，地下教父雷破军，就他？雷爷是什么人物？京城的活阎王。陆家这个刚找回来的土包子，要是认识雷爷，我今天把这桌子生瓢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吹牛都不打草稿，雷破军的名字也是他能随便拿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，真是不知死活。笑吧，笑得越大声，你今天死的就越难看。敢跟雷破军扯上关系，不用陆家动手，雷爷的刀子明天就能把你剁成肉泥。子轩这句话说的太过了，雷破军的名字是能随便拿来开玩笑的吗？这要是传出去，陆氏也得跟着遭殃。陆董放心，雷爷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这种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传不到他老人家耳朵里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传到了，雷爷要算账，找的也是底下的那小子，跟陆家有什么关系？听见了吗？连3岁小孩都不会信的鬼话，你哪怕编个别的名字，大家还能当个笑话听听。雷破军，你连他手底下最外围的马仔都接触不到，现在马上跪下来给子轩磕头道歉。二姐，你别逼哥哥了。你该回头看看。刚才是谁在提我的名字？